你可能正在尋找一種聲音，這種聲音不一定要震耳欲聾，但一定要能直抵人心。今天我們要聊的主角單依純就是这樣一個存在。在正式進入他的音樂時間線之前，我們先來完善一下他的個人畫像。單依純2001年12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東陽市，一個典型的江南女孩。她的音樂啟蒙極早，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她那位熱愛粵劇的母親。這種傳統的戲曲熏陶，其實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單依純對於旋律的靈敏度，尤其是她後來為人稱道的轉音和氣息處理，隱約都能看到這種中式審美的影子。時間回撥到2020年，那是單依純職業生涯的元年。以專業第1名的成績考入浙江音樂學院後，他並沒有像普通的大學生那樣安穩度日，而是帶着一顆赤子之心登上了中國好聲音的舞台。那一年的夏天，一首《永不失联的愛》不僅成了年度金曲，更讓這個18歲的女孩成了現象級的流量中心。當時的她眼神裡還有些面對鏡頭的局促，但只要音樂一響，她就像變了一個人。那種超越年齡的滄桑感和對傷感底色的精準捕捉，讓無數樂迷感嘆華語樂壇終於等到了一個真正懂情歌的天才。如果說2020年是他的爆紅之年，那麼2021年到2022年則是他的沉澱與破局期。這段時間，他並沒有急於透支好聲音帶來的熱度，而是選擇了一條更難走的專業路線。他一邊在學校補齊樂理知識，一邊開始涉獵 OST 的領域。你可能在《一生一世》《鬥羅大陸》等影視劇裡聽過他的聲音。也就是在這個階段，單依純開始逐漸展露他的 R&B 野心。2022年，他的首張個人專輯《We Are》面世。這張專輯對於他來說意義非凡，他開始嘗試 Neo Soul 和電子曲風，這在當時的選秀冠軍裡是非常少見的嘗試。他用實際行動告訴市場，單依純不僅會唱苦情歌，他還有着極其前衛的音樂審美。接着，我們進入你最關心的2023年。這一年，單依純實現了從實力新人到國民級歌手的階梯式跨越。2023年除夕，他首次登上了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春節聯歡晚會的舞台，與多位音樂人合唱了《花開種花家》。雖然只是合唱，但這種國家級舞台的背書，標誌着他正式進入了主流視野。隨後，他在音樂探索上變得更加大膽。2023年中旬，單依純加入了張藝興發起的 DNA 音樂聯盟，這一舉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。很多老樂迷擔心他會因為追求潮流而丟失掉原本的音色優勢。然而，在 DNA Cypher 裡，單依純用一段絲滑到極致的轉音和律動感十足的 rap， 讓所有質疑者閉了嘴。這一年的他開始在各種風格之間游走，從《三體》電視劇的插曲到充滿現代質感的單曲 Oh Lola， 單依純在2023年完成了他音樂人格的多元化構建。轉眼來到2024年，這一年對於單依純來說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年份，因為這是他在浙江音樂學院的畢業年。從學生身份正式轉變為全職音樂人，這種心態的轉變也深刻影響了他的作品。2024年初，他再次在央視元宵晚會上亮相，與毛不易合唱了《見信如晤》。這兩個被網友戲稱為消愁組合的強強聯手，再次貢獻了教科書級的共情現場。年中，他參加了江蘇衛視的音樂園計劃，在這個節目裡，單依純展現了他極強的歌曲解構能力。無論是別人的 demo 還是全新的創作，只要經過他的嘴，總能帶上一層柔焦的濾鏡。2024年的單依純開始展現出一種在樂壇游刃有餘的鬆弛感。他不再需要證明自己會唱歌，因為他的名字本身已經成了高品質音樂的代名詞。而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剛剛過去的2025年。如果說此前的單依純是在積蓄力量，那麼2025年就是他的全面爆發期。這一年，他正式加盟了歌手2025。在這個被公認為華語樂壇最高標準的競技舞台上，單依純面對的是來自全球的實力唱將。在整季節目中，他貢獻了多個足以載入樂壇史冊的舞台。從翻唱孫燕姿的《開始懂了》
到大膽改編蔡依林的《舞娘》，再到極具敘事感的《落葉歸根》，單依純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進化。最終，她憑借極其穩定的發揮和獨樹一幟的審美，奪得了那一季的歌王之戰季軍。這個成績不僅肯定了她的唱功，更標誌着單依純已經正式位列華語樂壇頂尖女歌手的行列。除了競技舞台，2025年單依純在個人創作上也迎來了大豐收。她的新專輯《蠢妹妹》在2025年年末壓軸發行。這張專輯不再像第一張那樣追求複雜的技巧，而是回歸到了更加鬆弛自然的表達。主打歌《蠢妹妹》和《向日葵朝着葉》在各大流媒體平台霸榜多周。在這張專輯裡，我們聽到了一個更加真實，甚至帶着一點點小個性的單依純。她開始歌唱失眠，歌唱孤獨，歌唱那些生活中微小的碎片。同時，她還受邀演唱了第15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的主題歌《天海一心》。這種官方層面的認可，進一步穩固了她的社會影響力。在2025年的年底，單依純出現在了 B 站最美的夜和江蘇衛視跨年演唱會上。在那幾個跨年舞台上，她把自己的代表作《永不失联的愛》與新歌《珠玉》做了巧妙的串聯，仿佛是一場跨越5年的自我对話。當她在舞台上優雅的鞠躬，身後是滿目的星光時，我們才猛然發現，這個2001年出生的女孩，竟然在短短5年的時間裡，走完了很多歌手一生都難以企及的歷程。現在的單依純正處在2026年的起點。站在今天這個時點回看，單依純的成功不是偶然。她擁有極致的天賦，這是老天爺賞飯吃，但她更有極致的清醒，這是她能在流量紅利中全身而退的原因。她知道自己的聲音適合什麼，也知道華語樂壇需要什麼。在2023年到2025年這3年間，她完成了從好聲音冠軍到實力唱將，再到音樂藝術家的3重轉變。她的轉音不再是單純的技巧堆砌，而是成了情感流動的線條。她的氣息不再只是支撐高音的工具，而是成了營造意境的氛圍感。展望未來，單依純的道路依然寬廣。隨着她個人審美的進一步成熟，我們有理由期待她能像前輩王菲或林憶蓮那樣，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音樂時代。她不僅僅是一個人在唱歌，她代表的是00後這一代音樂人對於品質的堅持和對於自我的追求。她不急着定義自己，也不急着討好世界，她只是在那裡安靜地唱着，像一朵在夜色中靜靜盛開的茉莉，雖不張揚，卻能讓方圓百里都染上她的芬芳。這就是單依純，一個從2020年驚豔全網到2025年制霸樂壇的女孩。關於她的故事，每一章都寫滿了對音樂的赤誠。無論你是從哪一首歌開始認識她，只要你在這個瞬間被她的聲音打動過，那麼我們就是同路人。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讓我們繼續陪伴這位天才少女，看她在華語樂壇這幅巨大的畫卷上，如何繼續勾勒出屬於她的獨一無二的色彩。